靠不靠谱？虾米？肥锅头。如果你有一台空气炸锅以及各种口味的火锅底料，你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把饭店的大餐变成家常菜。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，告别一身的油烟味儿，避免被烫伤的危险，不再有繁琐的调味。哪怕你是厨房小白，甚至你是厨房老麦，你都可以轻松掌握。大家跟我一起完成吧！肥牛果条肯定是少不了果条，这个果条呢是我在亚洲超市里边买的，都是现成的，需要在水里泡5分钟。果条呢，我大概用了130克，它非常容易熟。然后我们再往里面放大约150克的油菜，我们再放100克的肥牛，请出我们的新朋友沙茶锅的火锅汤底。它里边有2个料包，一个是沙茶包，另外一个是高汤包。2茶匙的沙茶酱的火锅汤底，好香啊，有一种海鲜的，对，它有海鲜的味儿，还有一点甜味儿。再放大约1茶匙的蚝油，1茶匙的老抽是为了上色用，最后我们再来2茶匙的食用油。下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。在搅拌的过程中呢，尽量把肥牛散开，要不散开的话，一会儿我们进入空气炸锅，它就会坨在一块儿了。我们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可以直接在空气炸锅里操作。我这个是为了方便拍摄，因为空气炸锅里太黑了，怕大家看不清楚。我们再给它放1/2的高汤包，就这个高汤包里边的这个汤。我们一会儿在烤制的过程中呢，果条会吸收汤汁，这个味道就会更足。做这个炒果条呢是不需要这个架子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，全部都搁进来，包括这个汤汁儿。有一个小窍门呢，就是尽量的让菜和肉在表面，把这个果条埋在下面，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400华氏度烤8分钟，中间拿下来给它搅吧搅吧就行了。怎么样？和炒的没有太大区别。装盘了。鲜吗？鲜美，好吃。谁做的那么好吃？因为之前有好多小伙伴反映说，我又想吃这种饭店的，我又想吃这种饭店的这种味儿，但是呢，它放的那些调料我在家里又比较难找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们就用火锅底料就能非常完美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肥牛特别的嫩，滋味特别的足。果条呢也非常的弹牙，对，好吃，我都不觉得这是空气炸锅做出来的，但是确实是空气炸锅做的，而且非常方便。靠不靠谱？成功了，我们可以吃下周了。我们再来做个沙茶炒饭，红葱头呢大概是50克，蒜大概是10克左右。我来放吧。老麦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小朋友，只要是能捣乱的地方，绝对不会错过。现在我们大家要把这个搅碎，开始。老麦弄得还挺好，你别说。70克的鱿鱼圈切成小碎丁，60克的熟虾，我们把它切成丁。切1刀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完全可以在空气炸锅里面操作，但是为了大家看清楚，我就找一个碗，然后把刚才切好的这个鱿鱼丁搁进去，大约1茶匙的油，2茶匙的这个沙茶这个料的油。这个油本身它是有非常强的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，所以我们用它去煸这个料的话，出来的味道特别的足。用手给它抓匀，让每一个食材都沾满沙茶的味道。好香啊！必须的。直接倒到空气炸锅里，还是不用这个架子，尽量的铺开，400华氏度，大约200摄氏度烤4分钟，烤的差不多了。下面我们把提前蒸好的米饭放进去，我这是1/2杯的大米蒸的，还挺出数，非常出数。前2天我们已经告诉大家方法了，把刚才我们切好的虾丁搁进去，2茶匙的沙茶酱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。
香味儿已经出来了。是的，我们搅拌均匀之后，把这个米推到这个锅的一边儿，给它留出一半的位置来，喷上点油，打上2个鸡蛋，轻轻的把这个蛋黄给它稍微这么卸一下就行了，撒上这么一层盐，上面再喷上一层油 ，OK 了。放入空气炸锅，同样的温度再烤4到5分钟。噔噔噔噔，迅速的搅一下，趁着这个热乎气儿，真的是粒粒分明，因为它有烤的这种效果，所以更香了。所有的这个食材搁在一起混合的那个味道是最终的那个精华，就真的特别搭。这个沙茶酱味儿已经足够丰富了，足够，它跟海鲜是非常非常搭的。大家想吃吗？大家应该说想吧。大家说不想，那我就别给大家做了。完美，越吃越好吃。菜好吃吗？好吃。可是我不喜欢。不喜欢你为啥老给我呀？你能给我你喜欢的东西吗？那好吧，米饭。红枣枸杞烤鸡腿儿，我们把这个鸡腿肉呀切成块儿就行了，2、3厘米见方的块儿，大概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的就是蒙古锅的火锅汤底来做这道菜，它也是有2个料包，一个是干料包，一个是它的高汤料包。它这个料包完全可以够炖1只鸡的了，草果、当归、红枣、枸杞、白豆蔻还有孜然。把刚才切好的鸡肉搁进去，接下来我们倒它高汤包里的高汤，我这个大概倒将近1杯吧。有时间呢，您就让它这么腌上30分钟；没时间呢，也可以直接做。专门用在空气炸锅里的这种小烤盘，尽量的让它这个干料啊都泡在这个汤里，滋味才能足。把它放入空气炸锅，大约380华氏度，也就是190摄氏度烤15分钟。然后我们往里加上1到2茶匙的玉米淀粉，就是让这个汤呢稍微浓厚一点，再热个2到3分钟吧。我们开始喝汤了。你还挺懂，怎么样？鲜美。我吃的特别像羊肉，而且是那种特别嫩的羊肉，嫩中还带着点紧实。它这个料搭配的这个滋味还是非常厉害的。我直接晚上就吃这个，我就做这个。相信观众们也不难看出，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牛头牌的火锅汤底来赞助播出的，非常感谢。牛头牌的沙茶酱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这个牌子的沙茶酱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，可以说是一个老字号，所以他们推出的这4种口味的火锅汤底呢，我们都是非常推荐的。大家可以在影片的描述栏或者是评论置顶区来找到购买的链接，可以再购买。接下来我们要用麻辣锅的汤底来做一个麻辣烤鱼，小豪来做，然后大人来看小豪怎么做。这里面呢也是有2个料包，一个是麻辣的酱包，另外一个是高汤包。我们先倒入适量辣酱，大概1比1的这个比例，倒点这个高汤包，这样把它调稀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么黑呀！像不像在画画？要把鱼变成黑色的。嘿嘿，酷，你真酷。你觉得做饭难还是跟爸爸相处难？跟爸爸相处。行了，你是要刷多辣呀？你是想辣死我们吗？对呀。一次性喷油瓶，我们喷一下油，鱼的表面上也喷上1层油，把它挪进去。360华氏度，大约180摄氏度，烤10分钟，中间记得翻面。这个小豪不能吃，小豪吃就辣着了，小豪只能做，大人只能吃。这是一道多么美好的菜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巨鲜。这个鱼就是在 Costco 买的这个罗非罗非鱼之前 Costco 好多推荐里也给大家推荐过。我喜欢这个麻辣鲜香，我不喜欢。而且你家孩子不会跟你抢，而且还是你家孩子做给你吃，完美。接下来咱们用麻辣火锅料再做一个干锅肉片，
300克的猪里脊肉，切成大约5毫米厚的猪肉片，再放上大约150克的土豆片，也是切成5毫米厚的，2茶匙的麻辣酱。因为有猪肉片，所以我们放上大约1茶匙的香菜籽粉，非常好的去腥提鲜。再来大约1/2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/4杯的高汤的那个料包。上手，尽量的让它把这个汤汁儿都吸进去，让这个肉。有条件的话呢，你就腌20分钟左右；没条件的话，我们直接上锅烤也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简易版的麻辣香锅。尽量的摊平，摊上一层油，400华氏度，大约200摄氏度烤8分钟。8分钟之后呢，这土豆已经烤得挺焦的了，盛到一个盘子里，在空气炸锅里再喷点油，把刚才切好的半个红椒、青椒放进去，大概100克左右的洋葱丝，放上1茶匙的这个麻辣的酱料，搅匀，喷油，同样的温度烤5分钟。5分钟后基本上烤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把猪肉片、土豆片搁进去。之所以要分开烤呢，一个是空气炸锅的容量没有那么大，还有一个呢是这样的话就更有干锅的效果了。同样的温度，我们再烤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一下，已经烤得非常干了。现在我们趁热撒一点这个花椒油，让它有一点鲜香麻辣的感觉。趁热给它搅吧搅吧。简易版的麻辣香锅，这是土豆好吗？先吃这个彩椒加上这个洋葱，它里边又是面的，然后外边又是焦焦脆脆的，有点。火锅汤底那一包就是3、4个人的量，像我们1次吃不完，剩下的那些呢，如果扔掉又可惜。再做这个火锅的话，其实又不够一顿，就不太现实。你连着吃2顿火锅吗？所以我们把它用来做菜，其实是很好的选择。大家可以顺着我们这个思路，继续研发自己喜欢的菜品。这个麻辣特别过瘾，越吃越想吃，停不下来。最后一道菜，泰式炒河粉。我们先准备1/4杯的熟花生，然后把它打成碎，打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准备1汤匙的海米干，1个红葱头，2瓣蒜，把它们也打碎。打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好香啊！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，都在这个屏幕上了。需要特别说明的呢，就是这个甜菜谱，还有豆干、豆芽以及韭菜，这些都是在亚洲超市买的，而且是比较容易轻松就能取得的。250克的沙河粉，这个沙河粉我们要提前放在水里面泡一下。花生碎、蒜碎呀、红葱酥碎呀。红葱酥碎就是红葱碎。红葱碎不是红葱酥碎，红葱酥碎。还有这个甜菜、豆干也放进去。酸辣锅的火锅汤底呢也有2包，其中1包呢是酸辣包，另外一个是高汤包。放入1汤匙的酸辣酱，放入2汤匙的这个高汤，搅和匀了，汤汁儿加酱汁儿都搁进去，把它搅和匀了就行了。再加入2茶匙的油。把它放入空气炸锅里，400华氏度，大约200摄氏度烤3分钟。哦耶！哇塞，太香了！那必须的，熟虾搁进去，韭菜、豆芽搅吧搅吧，把它推到空气炸锅的一边，喷油。2颗鸡蛋，稍微给它剁碎一点就行。补上1到2克的盐，喷上1层油。同样的温度烤5到8分钟，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调整。噔噔噔噔，烤好的鸡蛋这么一搅，大家看怎么夹？你再加个虾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主要是这几种蔬菜搭，主要是这几种东西搭配起来特别好吃。这一筷子上面什么都有，就要吃这种。这个筷子上什么都有。你亏不亏心？行。它这个酱料里边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香茅的味道。耶！爸爸妈妈给我做这个真好吃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
pasta， 这个叫拍泰。拍菜。回波头。发现美食，分享快乐。我是妈妈的分享快乐。哦呦，火，这是什么情况？